各位好兄弟们，大家好啊！在这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咱们又见面了。那么今天呢，咱们就讲一个这个叫咱的套利基本知识系列啊，这个叫第一期。然后呢，就是会的直接划走，因为这都是些最简单的一些基本的最基本的一些理论，然后没有难度，有手就行。然后呢，如果有问题呢，欢迎留言。好，咱今天开始今天的这个叫教程啊，咱今天就说这个永续合约、资金费和交割合约。这东西有没有就是赚差价的机会啊？好，咱就用币安举例吧。还有个是啥哈？就是人这个币安呀，人家这个资金费率历史啊，这些都有，就是你打开的话都能看得到，就是人家都准备的非常的充分，是吧？你想看哪个币呀，是吧？你点一下，你可以看它历史的这个资金费啊，等等等等。但是呢，因为我呢是这种多平台的，所以说我一般比较喜欢用这种工具性的网站，到时候呢，这网站这个也会发在评论区，到时候如果需要的自己拿就行。然后先讲讲这个资金费吧，就是资金费呢，就是人本来吧，人这个交易所都会有这个写清楚这个规则，对吧？资金费简介看到没有？什么是资金费？资金费为何如此重要？等等，简单理解就是啥？最简单理解就是资金费这个东西呢，就是锚定现货合约价格的啊，因为合约可以加杠杆，如果大家都100倍杠杆这么往上冲，是吧？那它不得上天啊，上天，所以呢，他就用资金费，是吧？然后呢，如果是资金费是正的，那就是做这个多要给做空的钱，然后如果资金费是负的。负数，然后反过来做空要给做多的钱，删除一个，对吧？那这个理解就是，如果是资金费是负的话，正的话啊，这个就是正，就是这个合约价格大于现货。如果是负的话，这个叫合约价格小于现货，其实资金费大家就这么理解行了。然后呢，咱今天正好有一个币，咱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这个 ALPHA 这个币呢，因为今天这个波动特别大，是吧？咔一下子涨了好多，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它这个现货没撵上，它就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资金费巨高。大家看一看这个资金费1.852。对，点进来看历史资金费啊，你看这个历史资金费，对吧？所以呢，像这种币呢，它就是啥？就像我说的，它的这个合约价格一定比现货低的。你看现货价格现在是1.367，合约价格1.04，这是个意外哈，因为它你不能看现在好，因为现在快结算了，它结算完之后呢，这个资金费就正常了啊。但是你得看它刚涨起来的时候，你看8点的时候最高涨到0.1315，然后呢现货涨到0.1402，你看没有？现货的价格比合约高了接近是吧？这个0.01啊，是吧？接近5%-6%吧，是吧？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它资金费就会暴涨，因为这样呢，让许多套利者做多合约、做空现货，去这个完成这一个套利。但这个现在不能套了啊，因为它现在是反过来的，合约价格现在又比现货高了。因为这个是因为啥？因为它快到12点了，它要那个啥结算了，所以结算完之后呢，这个资金费就正常了，对吧？这是个特殊情况，只是举一个这个比较明显的例子，大家就记得这个合约的价格一定是比现货价格低，所以呢，它资金费才会出现这个情况。这种套利呢很简单，那就高的减低的呗，对吧？你看这个币呢，在币安它是有杠杆的，然后呢，因为币安现在有统一账户哈，因为我没在币安玩，所以呢我没统一账户，但是咱用全仓也可以达到差不多的一个效果。这个时候呢，如果能借到币的话，大家就可以去借币，然后呢，借币规则呢也很清楚，你就 ALPHA。看到没有？这是全仓杠杆和专业仓库的级别。
全仓交易的 ALPHA， 你看这个时候呢，就普通用户 V1 V2你能借多少钱的？你看借贷限额，就普通用户呢，如果你第一时间能发现这个玩意儿，你可以借多少钱？可以借30万 U 的，这30万 U 啊。然后呢，咱就举个例子，你能借出来，那这时候很简单，咱就按数据来说哈，0.1420，去做空它，做空30万 U， 啊，咱就说20，啊，就这么多个吧，是吧？200万个。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你再去现货里面，对吧？合约里面0.13155，然后呢，选择这个 B， 同样做空这么多价值的，对吧？然后呢，你如果它差价回归了，或者资金费率没有了，那你就平仓就可以，这不就赚到这个钱了吗？对不对？这就是最简单的一种叫永续套这个资金费率的。然后呢，就是只要这个合约的这个资金费率价格出异常啊，一定会出现这种情况，就像我说的，是吧？这个只要它是红色的，那它就不管是红色还是绿色，它都是有差价的啊。2EF， 咱就找这个币再看看啊。2EF， 哟呵，那这个币只有合约，它没有现货，这也很正常啊。然后看这个 CHZ 一定是有的，这个都不用看了。CHZ 0.07194，它是看没有，它资金费率是负的啊，所以它现货是这个价格，合约是这个价格，现货是这个价格，所以呢它是有差价的，所以呢它资金费率就是负的，这个没问题吧？这个搞清楚了吧？好。然后呢，咱刚才说的呢是个反向例子，因为它资金费率呢是负数，这种情况太少了，极个别的情况才会出现这样，因为大部分的时候呢还是这个叫1/1000啊，还是或者是红的多。CAT 这个币安也没有现货 ，BOND 呀哈也没有现货 ，VRDT，哎，这个有。3，它这个的话，这种情况吧，可能因为这个盘口价格的事儿，所以它是就是可能是有点这个资金费啊，这种情况也正常啊。所以说大家套资金就是这个资金费这个，因为现在这种行情其实机会不太多，因为你看对我来说，我能接受的是啥？就是1/1000我就特别高兴了，我根本就不会期待就是特别高。但是牛市的时候呢，资金费可能会高点儿，但是呢，牛市啊资金费高。啊，都有1000啊、1200都有可能，也分币种，对吧？熊市呢，资金费低，所以这个东西利润很低的。你像就0.01乘以1天3次嘛，是吧？乘以3等于0.01乘以3乘以365，是吧？最完美的情况下呢，它收益才是10.95，而且大家注意啊，这个套资金费呢，因为现在吧，它有统一账户，其实这个爆仓的风险不太大，但之前没有统一账户的时候呢，很简单，大家就是全仓或者注仓杠杆，然后呢，合约这面呢也是这么去套利，就是一样的道理嘛。你比如说你准备了个10万 U， 然后呢，你不可能说合约开10万 U， 现货开10万 U， 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时候你就要匀一下，比如说现货开6万 U 啊，6万 U， 然后呢，你剩下那4万 U 呢，去合约里面开价值开同等数量吧，同等数量的这个币，对吧？这样的话就才知道资金费。但是呢，虽然风险比较小，但是呢，这个还是有爆仓风险的啊。所以呢，现在呢，一般都推荐用统一账户去这个套费率，因为你如果是这种分散资金的话，它是有爆仓风险的。好，咱就这个的话，咱可以再延伸一点啊，就关于这个资金费，就是合约这个给删了啊。然后呢，资金费就是
大家看，你看这些交易所之间呢，这些资金费的差价也不太一样。那它是不是有可能就是说交易所和交易所之间合约之间资金费也可以赚取差价呢？是吧？那就看一下 ALPHA BYBIT。看看啊，这个东西第一眼呢要先看价格。你看白比特的这个0.27、230，看它大概吧差了2/1000吧，对不对？差了2/1000。你看这个时候呢，这就像我说的，大家要注意了啊！大家要注意了，这个时候你看没有，白比特是啥？它是4小时结算一次了，因为它是改规则了。你比如说，咱看个别的币，比特币，你看它会显示个8小时结算一次，这就是像我说的，因为它这个平台也会根据这个差价的情况，对吧？实时去变动这个。它4小时结算一次，但是它这面呢可能还是8小时，是吧？你看并没有改。最新动态。你看啊，如果在币安的话，如果它像这种要调整的话，那它会发公告的，就是大家一定如果真开仓的时候，一定要关注这个公告，是吧？它就会这个，你看8点、16点、0点、那个24点，是吧？你看它这种呢也4小时一次，所以呢这个就出现个问题是啥？白比特八小时，白比特4小时，币安8小时，相当于是这个它一次它2次嘛。所以根据这个来计算呢，大家就要计算出来它到底能不能赚钱。因为你如果盲目的去开，甚至可能亏钱，对吧？这个东西还是要根据这个经验来稍微判断一下。好，这个资金费率套利明白了吧？这个是最简单的一部分。然后呢，还有啥？永续合约资金费，这大概都就这样。然后呢，交割合约，币本位合约，你看这出来了，比特币当季刺激啊，永续，这个大家注意哈，这个交割合约呢，它是和这个和现货或者是永续合约呢是有一定差价的。因为它是到期交割的，你100多天就像类似于这种远期价值一样，所以说它能存在一定的溢价。具体原理我不太懂，因为我确实没怎么做过合约，但是它就是有溢价，有溢价就有套利的机会，对吧？那如果交割合约呢，这个就比较简单了嘛，对不对？你这买一个比特币，然后呢在这边卖出一个，做空一个比特币，对吧？然后呢，等到交割你就能赚这个69682，然后这面呢是负的67197，负的67197，到期呢就可以赚这个2485美金，是吧？但是你需要等这个157天，它交割了之后才能赚到这个钱。但是为啥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玩的时候吧，当时没有这个永续合约什么的。当时如果想玩合约的话，只有这种交割合约，大家就买个币啊，比如说你那也没有这个 U 本位啊，当时只有 B 本位，你买一个比特币，然后呢用比特币再去开多开空，当时是这么玩的。所以像这个吧，这种差价也有，但是呢收益比较低，对吧？大家看接近半年收益是2000多美金，但是这个东西呢可能加杠杆吧，有可能不太值，为啥呢？你这个东西就是钱拆分出来嘛，像刚才一样6:4吧，是吧？6:4或者是7:3。但是如果你就再有统一账户，你要去开这个的话，你如果是多买加杠杆买，但是你借优，相当于借优嘛，借优需要利息的啊，你得看看这个利息跟这个收益能不能对等。如果对等不了的话，那就不要这么搞，对吧？所以说这个东西还是要简单的算一下。但是这种东西呢，
风险呢不太大啊，但是呢收益也比较低，也是比较稳的。然后呢，你这个东西就是再往衍生一点讲啊，这个东西为啥说现在看着收益低，但是也是得等机会来嘛，对吧？等风来，给大家举个特别我操作过的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哈。当时 FTX 崩盘的时候，对吧？FTX 下面呢是有个啥？他们当时主力支持的是 SOL 链，对吧？SOL 链，因为它是个公链嘛，公链就有啥？公链它就有这种，这个叫啥来着？借贷呀，是吧？链上交易所呀，等等啊，当时就 SOL。你看，在这里面你可以找到很多这个平台嘛。你看，这个 DEX 这不就交易所吗？这种呢就属于这种叫借贷啊。我英文不太好，大家就叫这个 leading 吧。看看啊 ，leading。我靠，好像死了一大批，是不是？之前应该也有挺多那种可以借贷的平台。好吧，那就拿这个举例子吧。哎呀，这不就出来了嘛？但是当时之前吧，当时 FTX 崩盘的时候，当时 SOL 价格跌到了20好像啊，后面呢又跌到了$8。你像当时SOL 市值很大呀，这么大的一个链它崩盘的话，它一定会很多人做空，啊，所以说就会这个合约呢就会出现一个合约价格低于现货很多啊，就出现机会是吧？负的资金费2%，这不都一样的原理吗？但当时呢，交易所 SOL 借空了呀，当时你根本就借不到嘛，对吧？当时呢，咱就留了个心眼，咱把钱呢全都干到链上了，去链上去借这个 SOL， 对吧？然后呢，比如说你借出这个。因为这种币波动大，所以呢，你不可能按照70%啊、80%的抵押率来借，所以呢，咱当时就借了个啥呢？当时存了50万 U， 借30万，对吧？借30万 U 的SOL， 然后呢，冲到交易所这边啊，当时那时候操作就很简单了。当时就是很简单，你比如说你借1万个 SOL 吧，你就在这做多1万个，然后呢现货就卖出去，啪卖出去了，对吧？这个时候呢，是不是你就又有这么多钱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就有个风险率嘛，对吧？大家就看这种叫变相的加杠杆。然后呢，当时比如说你卖这么多钱，你再过来质押，然后再借出一部分 SOL 来，是吧？再比如说你卖出30万 U 去，你再拿过15万 U 来。然后呢，再借7万 U， 对吧？再借7万 U， 然后呢，再冲进来，再卖出去，这么如此操作，这就叫这个词儿呢，就叫啥？叫循环贷啊，循环贷，对吧？当时很多人可能没关注哈，当时资金费率负的2%，当时是多少小时？最后呢都可能是2小时结算一次了啊！当时反正一天下来，资金费收益就有个多少的14，这是20%几，就是当时呢2天呀，兄弟们，你这2天光靠套资金费啊，就是30%以上的收入啊，对吧？这可能你再套这么2天，然后呢1年的这个什么 KPI 指标就完成了，对吧？所以说这个东西呢，就是虽然是很基础的理论，但是你如果碰到这种合适机会的话，是不是还是可以冲一下子，感受一下的？今天呢，就讲这些啊，你看也没啥好讲的。然后呢，等下一次咱想想，继续第二期啊，套利第2期。然后呢，咱想想第2期讲啥啊？到时候我想想，或者你们想听啥也可以发出来。然后呢，咱们呢都是慢慢进阶讲哈，从套利啊一直往下讲，最后讲到很专业的，什么程序搬砖呀，什么的，咱都讲，放心吧啊。好，今天就到这，兄弟们，告辞。